欢迎收看《就都妈 day》。你如果想要滑这个影片，请你就都妈 day， 因为我们将用我们的毁三观的事情讲一些正经的事情。对，就是想要不让大家觉得太严肃。是，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事情是我非常吓一跳的事情，怎么样？因为多拉给人家的都是正面，对不对？我很正面，我你正面呢？怎么了吗？但你现在是侧面，而且我正面、侧面、背面都好看，是都美的，是都美。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，我想说，多拉竟然参加过3阶段的心灵课程。我没有到3阶段，我参加过第1阶段。你去参加那干嘛？干屁事？不是因为很多人当时这个课程非常的红，然后大家就会说，其实参加完啊，那个心灵课程，你的心灵会得到很多启发，是，你会觉得你的人生再往前进了一步，很多你不敢做的事你踏出来了，很多你想做的梦想你做到了，很多你觉得过不去的坎你跨过去了。那时候你的人生是到低潮中吗？我没有到低潮，是因为我的一个好朋友真的很好，都是被朋友抓去，那都是朋友一个抓一个这样抓，像抓交替，跟你可能平常就会见面，然后呢每天可能1个礼拜见5次的那种好朋友，突然说，其实我最近就是上了一个课程，我觉得对我的人生很有启发，我觉得你也可以试试看。你就会觉得说，他跟我这么贴近，我们2个这么好的朋友，连他都这么觉得，我可能也会有相同感受。然后你就去上了，我就去了。对，我上完第1阶段，我觉得是有得到东西的。就是我很多朋友去上那个课都变得很奇怪。第一个，他们上完那个课讲话变成 AI 式的，你对不对？你跟我讲话。你好。对，我很好啊，我一直都很好啊。你有没有觉得难过的时候？我跟你讲，人生遇到彷徨的时候就解决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你确定吗？可是有时候就像说你欠了100万，你真的找不到这100万，你要怎么还？你人生到最后都会有答案的。然后我们那些朋友就给我一些很 AI 式的回答，而且他的回答永远都是往最正向的地方去。对，我到最正向的地方去。而且你听到你会觉得有点不寒而栗，这个人是不是有点被鬼上身？这个故事让我觉得最离奇的是，他们的那个进去上课的时候，他们都会称他为老师。当然有老师啊，课程没有老师。等一下，这个师兄哦，那是另外少林寺。然后他们就会讲一些很奇怪的事，例如说，那个明天要约吃饭哦，立4点。然后说，我们可以不要吗？因为我们老师明天要给我们功课。我说那功课有那么重要吗？我们都几年没见了。他说没有办法，那老师就是叫我们做这个事，我们要履行我们的承诺，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私欲，然后毁了我们的人生。因为 Josh 刚刚讲这个，我就想到，为什么这个朋友会这么执着？是因为我那个时候上第1阶段，先说这是我上完的立场啊，每个人上完每个人得到的东西不一样，我觉得是得到是好的，可是他说的那个是已经有点疯了，太极端了。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，他们就那个朋友，就那几个朋友，还有人说他们上课的时候呢，不行，我不能喝水，我也不能迟到，因为我等一下要上课，老师可能会要我们做一些东西，是2个小时的。我说你就上课的时候去跟老师说，老师我要喝水啊，他们老师就会说，你现在可以喝水，对，但是你现在去喝水，你可能会错过这些课，但是这些错过这些课的时间，那是你自己决定喽。我想到一件事，就是我去上课的时候，我本人就上了那一堂课，是第1阶段嘛。然后呢，所有人都到齐了，然后7点的课，有一个人7点05分进来，然后他一到了之后，他就跟老师说：“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知道。”他说：“没事，来，你赶快坐到你的位置上去。”他一坐下呢，老师就面带微笑说：“你们觉得迟到有什么原因？”然后就开始大家塞车，然后举手，塞车啊，突然肚子痛啊，然后可能帮妈妈干嘛，帮家人干嘛，突然有什么事情，然后他就说好，这些呢都会是迟到的原因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这些是原因，另外一个说法，它是什么？理由。你的人生永远在为你的失败找理由，好情了哦！而且只要讲完找理由，一定要微笑，这样子你人生会进步吗？就是真的，我那一堂课你是目睹，
我就是坐在那一堂课里面瑟瑟发抖，但我也没有瑟瑟发抖，因为我就觉得说他讲的没有错，只是我觉得他每一件事情都一直往这个地方去，到这个地方去。你如果一直被洗脑，一直被洗脑，你就会整个人变得好像是盲目崇拜哦，就变成盲目崇拜了。其实你上完第一阶段的时候呢，然后你要出去的时候呢，其实他们要报名第二阶段的时候，你出去已经看5张桌子跟刷卡机都准备好了，那老师就跟你说。其实你现在上完第一阶段哦，你只上了1%。对，他就是说第一阶段呢，其实只是启发，它只是让你有一个启发，让你了解到你的内心里其实缺了哪一块。所以他说，你需要再把后面2个阶段的课程上完，你才算整个完成了这整趟旅程。那你怎么没有上第2阶段？我跟你讲，它会有很多关卡。如果你你参加了第一阶段，你都没有参加2、3，很可惜。你现在如果报名的话，我们学长姐都会带着你，然后你一定会达成你想要的目标。你以前做不到的事情，你现在一定做得到。你将来你就会变成一个你很想成为、你觉得你很棒的人，然后一直觉得讲很好听，然后让你去想要报名那一阶段。对，然后我可能拒绝了，我说好没关系，他说 OK 好没关系，我希望未来的路上我们一样还会再相逢，希望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。当你要走出去的时候呢，突然学长姐可能就会在你旁边这样子，就凑过来然后说，你这我觉得很可惜，就是会私底下。而且他们不一定是原本在讨论那个哦，他们会用其他2、3个，就说，报名了吗？没有，你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我觉得你超有潜力耶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当时第一堂课看到你，我觉得你内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墙哦，又来，我跟你讲，我听到的每个朋友都是说，你有一道墙，你内心的墙还没有突破，而且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被学姐讲，她说你的墙很高。我怎么脑中有画面？对，真的，那个学长他就跟我说，你的墙很高，而且你从来没有把那个墙卸下来过。那个你的墙高到连你身边的朋友都进不去，一扇门、一扇窗都没有。他说你真的要敞开心胸，你上完第一阶段，你只是知道自己有什么。一道墙，你的墙要打破，你没有打破它，你就浪费这堂课。然后他们要踏出去，真的教室那个门，学长就把他拉回来说：“好啦，3万给你啦。”就类似他就又减了8000，又降价，假装3万8，他就说：“你现在报我偷偷跟你就3万，我帮你讲，我帮你跟老板讲。”好，只有你有，我讲，我帮你讲。然后你如果再拒绝，你就说好没关系。他说好，真的没关系。然后要出去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人说拜拜，然后再见，在门口跟你再见，就像那个搜狗关门的时候会每个人说谢谢光临一样。那他就会跟你要走出那道门，当你要跨出去的时候，当你要跨出这一个门，你要跨出去的那一步的时候，到这里他就说等一下，出了这道门。你下一次再来就是原价了，但是你现在没有出这道门，你把脚收回来，就有8折优惠。反正10年前之后，我就被抓去上过课。他说 ：“Josh， 我看你很正向，但是你内心好像有阴暗面哦。”我说谁没有？后来我才得知，我朋友去上了。他说：“你第3阶段哦，你要毕业的时候，你要毕业，对你现在已经学到了，墙已经突破了，你会当。”你墙突破了，大家都已经进入了，你新房啦。所以你干嘛脱衣服？你缺少感染力，你要感染一个人，他们俗称的，你要找到你那一颗缺的海星，你要把那个人成功拉来上课，一个要最少找到一个，他才能从3阶段顺利毕业。我那个时候上完第1阶段，他为什么有这么多堂课？他要找出你小时候。到底缺的是什么？因为我当时上第1阶段，我一直被问说，小时候爸爸妈妈对你好吗？奶奶爷爷对你好吗？你说我觉得过不错，真的吗？小时候妈妈会送你上下学吗？不会，为什么不会呢？他有这个时间送吗？他真的如果爱你的话，他一定会找时间送，对不对？他比较常接你还是接你哥哥？你懂吗？但是他会一直问这个问题，然后你会可能觉得好像哥哥，你再想想看，会不会你一直心里觉得妈妈对你比较不好呢？对哥哥比较好呢？
他就开始一直往那个挖，钻，然后钻到你觉得对我真的觉得对，原来我在家里这么没有地位，你开始哭，他就说宣泄出来了，然后学姐就说哭出来，哭出来，对，哭出来，然后每个分享的人哭出来，他们都说对了。哭出来，你就知道自己被挡住的地方了。所以你要突破的是什么？类似你觉得妈妈对你不好，你就要开始跟妈妈重修旧好，让你们家庭和睦。因为他一直挖嘛，一直挖你，最后我就会觉得，我边聊他就一直这样，然后就哎呦，你等一下啦。边聊边挖，然后我只要一讲不对，他就一直挖更多。我说，其实我其实现在是最爽的。这个三观要对耶，我们三观就是不对的，就都妈的啊，就都妈的，我们三观不对。反正最后他就挖出说，我觉得我妈妈对我不好，所以我最后一堂课的最后一个功课就是要拿手机啊。可以讲吗？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不能讲课程的。我讲，他做一堂课程就是你刚刚讲的妈妈嘛，他边抠边讲，你妈妈就是在你高墙后面那个人了。对，因为你觉得妈对你不好，请各位现在拿出你的手机，打给刚刚那一位你说的人，不管是男朋友或什么，你跟他说一句“我很爱你”，然后多拉就打给他妈，他妈就说：“喂，多拉就说妈你在干嘛？没办法煮菜啊。”然后多拉就说：“我很爱你。”然后他就这样不是啊，是要等还假不啊？是？然后多拉就说：“我很爱你了，拜拜。”没有，我说我很爱你啊。他说：“我什么啦？”我说，然后最后我就跟他说：“没啦，下外功课啦，拜拜。”我朋友上第3阶段的时候，他真的更疯。反正他说老师有给我们功课，然后我就说什么功课？他说我想跟你分享，就是讨论一下这个功课，因为老师叫我们做一个突破自己的事情。我那个朋友很爱唱歌，我跟你讲，第2阶段，我们要透露课程。第2阶段的最重要的宗旨是什么？你想要干嘛？你要做出来。对，这是第2阶段的功课。对，他就说。老师叫我做突破，我说好，你说说看，我听听看。对，第2阶段的课程宗旨2个字就是突破，对，探索、突破、影响，对。好，那你先讲故事，对不起，因为我想到就喜欢唱歌嘛，然后他就有一天跟我聊说，我们老师叫我做一些突破的事，他说我想了一个我要做的事，然后我可能下礼拜会做，我想要跟不认识的人接触。我说好，谁？他说路人，然后他又说。我有做几个表单，就是那个表单。他说我要给路人填，然后那个表单上面会有，比如说 R&B、Jazz，然后蓝调或是飙高音，然后他说我要给路人填表单，说你最想听到哪一种曲风，然后路人一勾，例如说你说古调 ，OK， 你勾啊，你可以帮我填这个单子吗？我想要那个阿美族古调，他就会现场哎呦。因为我后来有去问他发如何，这样不是蛮好的？他说99%的人都吓死，就觉得他疯了。不是，那可能但是老师说不要管别人的眼光，你要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就是突破。我觉得当然这件事情蛮疯的，可是他突破了自己觉得疯的那个界限，他更疯了。维仙姐如果参加第2阶段，你也会做那么疯的事吗？我本来不是维仙姐，变成命维，变成命维姐。就我可能原本只是想说，我可以在马路上斑马线跳舞，是等红灯的时候，但我之后可能是在高速公路上跳，我就做最危险的事情，我终于被警察从道路上拦住，然后再去警局，然后老师就会说，你看你突破了，你有没有去过警局？没去。你知道上完那些课的人，他们就是像例如说我们俩上完了，然后我们俩就会特好，他们就会问我说，Josh， 你要不要跟我们去一个山上修行？我说 OK， 他说可是我们手机会没收，因为我也很想要体验手机没有的生活，因为其实就是很 OK 的。他说，因为而且山里面根本没收对，那里不能用，本来就没收。他说，我说 OK， 他说，然后这个活动其实蛮特别，就是你要就是人跟人的眼神其实最有互动了，所以这3天是不能讲话的。会不会得失语症啊？好，然后那朋友就是，例如说我们可能会跳一些舞嘛，然后那艺人可能就要排练，可能说我们明天4点要
重新约一天，因为那个艺人的副歌要大改，是那种很红的艺人。知道他说什么的，我一定想，我猜，他说我不能去，因为我要上课。你不能跟那边请假吗？他说不行，我要履行我的约定。因为老师说如果我连自己答应他们要去的承诺我都无法做到，那我有什么资格突破我那道墙？我现在眼神这么的凝视，是因为我上第一阶段的时候，他就曾经跟我说过同样的话，他说绝对不能缺课，一堂都不行。对，他说如果我告诉你这堂课就是每个礼拜3的8点，那我已经告诉你了，你 schedule 就是写上去。你如果比较想做这件事情，你就会请假我的课，那代表你不觉得这堂课重要。而且重点是我们那时候这个舞，我们是要飞到美国学的，然后你知道怎样吗？他真的没去，然后他就被换掉了。然后其实我对这堂课就很生气，因为他把我朋友害成这样子，而且很多朋友。对，我记得你说你很多朋友都变成这样子。对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就都 Monday， 拜拜。我们连再见都同时好棒哦。